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在上个影片中就跟大家讲了拉扯的由来，为什么拉扯的报告这么糟糕的原因。今天要继续差不多的话题，今天是跟大家说一下策划他们那边到底给出了什么方案去改变拉扯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下手的就是统帅的技能。那如果你们在前阵子有看我介绍白起的技能的话，应该会发现到白起他有一些技能是没有办法在拉扯中使用的，又或者就算你要拉扯，也是要有一定的操作能力才可以拉扯得好。就比如说白起的杀意效果是必须要让你触发了主动技能之后才会叠层上去。那如果你是一个操作不好的玩家，你每一次都没有办法释放你的主动技能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叠成杀意效果。当你没有办法叠成杀意效果，你就很难打出它的额外 buff， 造成重伤单位增加，怒气恢复速度提升，并且只要你的怒气断掉之后，你原本的层数并不会保留，这个算是惩罚机制。因为像之前本多忠胜的技能，就算他的怒气断掉之后，但依然会保留每次兵力下降的时候所会提升的 buff。而且反而策划它是更加鼓励玩家，你们的队伍派出去之后就直接从头打到尾，就是直接把你的部队打到死为止。像是你的兵力下降的越快，你的杀意层数叠成的越快，不拉扯不断路就会永远保留着。而且还有包括觉醒技能要求你们要击杀40万的部队，尽管你没有办法击杀到这么多的地方部队，他们依然还保留着了，只要你的兵力下降到 50% 就会有提升，下降到 15% 之后还是会有提升，就是在你的兵力下降的时候依然还保留着你满血状态拥有的攻击力。为什么玩家会在黄血或者是红血的时候回去换部队？因为只要你的兵力一下降，你所打出去的伤害也是会跟着减少，同时也因为你的兵力下降，所以你拿到的报告也会比较糟糕一点。所以他们这边提升除了是造成所有伤害提升之外，还有受到的伤害降低。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策划他是想要改变这个拉扯的环境，但是只要他设计一个新的统帅是完全否决了拉扯的存在呢，也是不可以的。并且只要统帅的技能限制越多，就会有越多玩家不想要去使用，所以他们折中的方法就是让白起变得强大一点。你们可以看到白起它是半圆形的 AOE， 而且还可以攻击到5个目标，可以说其他技能可能不是那么吸引人吧，但是 AOE 的吸引程度呢是很高的。就比如说像李成桂这样子的统帅，尽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尽管现在已经出到第10代的统帅了，依然还是有很多玩家使用李成桂，就是因为他的 AOE 技能。所以我相信白起的技能设计是有意要去改变的，但是只是第一步而已，可能之后更多的统帅技能设计也会类似像白起这样子。那是不是预示着之后新的统帅都是有 AOE 呢？可以这样子说，因为上一代的工兵统帅是单体，所以这一代的工兵统帅大概率是有 AOE 的，但会不会是圆形 AOE 呢？这个就不能保证。再来就是水晶科技的改变，虽然我现在手头上还没拿到正式版水晶科技的提升，不过根据图片还有官方的描述来说，之后的水晶科技不是单纯的提升伤害而已了。像中间有一个水晶科技就是增加了护盾、护腕、马袋，那去问过了，有可能这个是防御力提升。再来这个技能是我之前说有很大可能是回血的技能呢，有一些玩家就有推测说这个可能不是回血的技能，而是生命值提升的技能。假设是生命值提升的话，我也觉得比较合理，因为如果是回血的话，就变成说你所需要用到的加速资源就会更多。如果提升生命值的话，就是你的统帅基础能力又再次提升了。相信各位也知道，每当我们去看部队争议的时候，生命值提升永远都是最低的，甚至低于攻击跟防御能力。并且现在大多数的争议都是提升攻击，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的重击统帅都是提升攻击力而已，生命跟防御都比较少一点。那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技能重击伤害，所以需要用到攻击力。但一方面他设计这个技能呢，我感觉是让那些真的有花钱的玩家能够更加容易去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快乐，而不是在拉扯。像他们增加了这个技能，生命值提高，让你出去打架的时候你的血量不会下降的这么快，也比较坦一点，比较肉一点的话，那可能打起来的感受也会比较好一点。但有没有效果我就不知道了，因为现在统帅的伤害真的是太高了。还有这个我看图片看起来像是护盾的，但是有一些玩家就说这个可能是伤害减免。
就是让自己受到的伤害降低。那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可能，那就比方说你提升的技能越多越高等级的话，这样你能受到的伤害减免就会越多。那问题来了，如果他们改变成这样子，就是统帅的技能还有水晶科技上的改变之后，拉扯的环境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觉得改变是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可能改变的幅度不是很大，除非是说他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设计出来之后，你的部队在不拉扯的环境之下依然还可以存活很久，并且你的报告也不会太糟糕，至少可以是1:1的结果，我觉得还会有玩家减少拉扯。但假设说玩家在打了之后报告依旧还是很糟糕的话，我觉得环境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觉得拉扯最大的问题还是玩家的心态，因为大家都不想要成为那第一个被打死的人。为什么全部人拉扯都撤退了，只有你一个人站在原地往前进攻呢？那假设说你的队友全部都已经撤退了，那你还留在那边吗？你难道不拉扯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但说实话，现在的玩家都没有那种战场意识了，就算你的领袖跟你们说我们全部大部队都往前冲也好，还是会有一些玩家拉扯。那当某一些玩家看到一些玩家又在拉扯的时候，他们又再继续跟着拉扯。当然我也不是说现在的玩家很糟糕还是什么，而是现在的环境变成这样子了，谁会想要每一次打架的时候部队一进去人群2秒或者是5秒就已经消失了呢？没有人想要这样。当然我也相信在长时间打斗的过程中，玩家一直不断的拉扯的话也是会觉得很累的，但是没有办法，他们被环境所迫。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改善现在拉扯的环境的话，要么就是你的水晶科技提升了之后，你的部队就算是真的丢入人群里面也是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报告1:1左右都可以接受。第二点就是减少你的部队融化的速度，不过根据他们水晶科技来看，之后部队融化的速度应该会有所减缓。但我也说了，水晶科技顾名思义就是那些有花钱的玩家游戏体验感会比较好一点。第三点，战斗的机制要改变，因为我们现在战斗的机制依然还是围成一个圆圈，那假设说全部人排成一排的话，会比较容易减少拉扯的问题。像我上一个影片有说到，其实有一部分玩家他们拉扯并不是真的他们想要拉扯，而是因为你的队伍围成那个圆圈已经进入到敌人的人群里面，你不得不去拉扯你的部队。当然还有第4点，其实官方也是开始在实行了，就是之后的统帅技能不能再设计太多拉扯都可以使用的。像我之前的影片有说到，为什么现在步兵变得这么强的原因，就是就算他们打出普通攻击的伤害也是比起其他兵种还要更高，会让玩家有一种错觉，就是就算我不释放技能，但是我的报告依旧还是不错的。还有官方他们需要设计更多领域的统帅，而不是只有在输出而已。像以前我们玩的比较开心，是因为那时候有理查跟查理马特可以在前面坦着，没有那么多不必要的拉扯，而且当时候统帅的伤害也没有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官方可以设计未来的统帅，比方说他的防御能力非常强，或者是他的护盾能力比较强，回血能力比较强的话，可能还会改变一点点战场的环境。不过当然现在的玩家也会比较贪心一点的，就算你的护盾能力很高，你的回血能力很高也好，玩家都会想要求你这些统帅的技能上面应该要设计多一些输出的能力。不过技能设计这个问题呢，就丢回去给策划他们自己去想了，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去设计。最后总结，近期应该是没有办法改变拉扯的环境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改善拉扯的问题。为什么？就算官方他们是已经改变了现在的水晶科技，但你们也说了，水晶科技顾名思义就是你需要花水晶去提升科技才会拥有那个科技。那如果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他们没有花钱，也没有去打野蛮人，没有办法获得更加多的水晶的话，自然而然就不会解锁到后面生命值提升又或者是伤害减免的技能。简单的来说，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只是对于那些大佬来说，在战场的体验会更加好而已。也就是说，除非你的王国是真的有很多大佬是可以把水晶科技给升满的，就比方说像960这样子，否则你的战场环境依然还是不会改变的。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就是跟大家说了官方有什么改变，那它的改变会不会影响到之后的战场环境呢？总结来说就是很难，但特定的玩家减少拉扯问题还是可以的。
至于各位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是我有说到一些错误的地方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